大家好，把猪肉放进滚烫的开水里面，出锅瞬间变美食，口感鲜嫩入味，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用刀给它拍一拍，这样更能激发出葱的香味。然后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块生姜，用刀拍碎，再改刀切成姜末，切好之后和小葱放在一起，然后加入半碗清水，再用手抓一抓，把葱姜汁抓出来。葱姜水准备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一块瘦肉，先改刀切成小块，在逆着纹理切成薄片，薄厚均匀一点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肉片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杂质和血水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给它捞出来，挤干水分，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给它抖散。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葱姜水慢慢的倒进来，少量多次的倒进来，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让这个肉片吸足葱姜汁。这个葱姜汁可以去腥增香，还可以让肉更加的滑嫩。抓拌至肉片完全吸收葱姜汁。再往里面加入1勺胡椒粉，1小勺盐，2勺红薯淀粉，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让红薯淀粉化开，让这个肉片入味，抓拌至有一点粘手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往里面加入1勺食用油，加油可以防止肉片粘连在一起。抓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几个小米椒，改刀切成小米椒圈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几瓣大蒜，拍扁之后切成蒜末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一把小葱，改刀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。往里面加入1勺生抽，1勺香油，1勺香醋，1勺盐，1勺味精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大火烧开，水开之后把腌好的肉片一片一片的放进来。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，让肉片煮至定型。肉片定型之后再用筷子轻轻的翻动，大火煮40秒左右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看起来非常的滑嫩，每一片肉片都晶莹剔透的。然后控水给它捞出来，装入大碗中，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这个肉片入味。哇，好香啊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喜欢吃香菜的朋友还可以加点香菜。搅拌均匀就可以装盘上桌啦。一道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凉拌猪肉就做好啦。它的口感非常的嫩滑，入味又下饭，而且不油腻。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盘，开胃又下饭，香辣入味，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把土豆和粉条放油锅里炸一炸，出锅居然这么好吃，做法很有创意。这个做法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吃过，出锅满屋飘香，大人和孩子都非常的爱吃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2个漂亮的大土豆，削去外皮。我们在选土豆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黄心的土豆，因为黄心的土豆口感和味道都是最好的。去皮之后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粗条，最后改刀切成小方块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
水开之后，再把土豆倒进来，焯一下水，这样可以去除土豆的生味，还可以让土豆受热更加均匀。煮土豆的时间也不用太长，大概煮1分钟左右就可以。时间到之后，把它控水捞出来，再放入凉水里面过凉。过凉后的土豆口感会更好。过凉之后，再给它取出来，控干水分，放入大碗中。接下来在碗里面加入2勺玉米淀粉，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土豆表面都裹上一层淀粉。拌匀之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先放一旁备用，然后锅中加入多一点的菜籽油。我们在做油炸菜系的时候，最好是选择菜籽油，因为菜籽油烟点高，炸出来的东西会更加的好吃。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油热之后放入一把粉丝，把粉丝炸至膨胀起来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就非常的治愈。把粉丝两面都炸熟炸透，炸好之后再控油捞出来，放入大碗里面。然后准备一个大勺子，把粉丝压碎，也不要压得太碎了，要不然口感就不好了。最后压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先放一旁备用，然后把裹好粉的土豆放入锅中炸一下。炸的时候要像这样不停地翻动，让土豆受热更加均匀。开中火慢慢炸，把土豆的表面炸至金黄，把土豆炸熟炸透，炸至全部都漂浮上来，像这样金黄色就可以啦。然后控油给它捞出来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半碗清水，1大勺白糖，开小火把白糖熬至融化。这个过程要开小火慢慢熬，火大了容易熬糊了。最后把糖浆熬至稍微有一点点变色，起密集的泡泡就可以啦。然后关火，把土豆倒进来，快速的翻拌均匀，让每一个土豆表面都裹上糖汁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把它倒入粉丝的碗中，然后用手快速的翻拌均匀，让土豆表面均匀的裹上粉丝碎。最后像这样就可以啦。装入盘中，一道香甜酥脆的雪花土豆就做好啦，好看又好吃，外皮酥酥脆脆的，里面还非常的柔软，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面条别只会煮着吃或者是凉拌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，放入锅中蒸一蒸，出锅瞬间变美食。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这样的面条，可以用挂面，也可以用这种鲜面条。把面条抖散之后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用手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每一个面条都裹上一层食用油。加油可以防止面条粘黏，还能让做出来的面条更加的劲道好吃。抓拌至面条根根分明，先放一旁备用，然后提前把锅中的水烧开，把面条均匀地平铺在蒸屉上，给它铺均匀，整理平整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，先对半切开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厚片，然后再切成粗条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豆角，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小块生姜，改刀切成薄片，准备几瓣大蒜，改刀切成蒜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改刀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2块钱的五花肉，改刀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
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豆芽，清洗干净，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1小勺盐，1小勺白糖提味，1勺白胡椒粉，1勺蚝油提鲜，1勺老抽调色，2勺生抽调味，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面条也已经蒸熟啦，面条蒸至7分熟就可以，这样的面条会更加的劲道。用筷子给它抖散，全部抖散之后取出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五花肉加进来翻炒，炒出五花肉里面的油脂，炒出香味，这样吃起来香而不腻。炒至五花肉微微花黄，然后把姜蒜片加进来，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加点干辣椒，然后翻炒均匀，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胡萝卜和豆角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炒至胡萝卜和豆角断生，翻炒2分钟左右，再把豆芽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把豆芽炒软，炒出水分。豆芽炒软之后再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，继续翻炒均匀，炒出酱香味，把所有的食材炒至上色，然后往里面加入1大碗开水，这里一定要加开水，这样香味更加的浓郁。盖上盖子，水烧开之后煮2分钟，然后关火。时间到之后打开盖子，再把面条加进来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面条吸足汤汁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像这样就可以啦，然后关火，然后把面条倒入蒸屉上面平铺均匀，盖上盖子，大火再蒸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一道非常好吃的豆角蒸面条就做好啦。然后把面条抖散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劲道。这样做出来的面条劲道爽滑，非常的好吃。面条吸足了汤汁，非常的入味，搭配上各种蔬菜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很多朋友在炒蒜苔的时候都是直接焯水，或者是直接下锅炒，其实那样做都是不对的。今天就教你一个好方法，保证您做出来的蒜苔颜色翠绿，吃起来口感鲜嫩入味又下饭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根据自己家的人数准备适量的蒜苔，把蒜苔帽摘下来不要，然后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，长短切得均匀一点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倒入多一点的清水没过蒜苔，在碗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用手搅拌均匀，让食盐融化，然后浸泡5分钟。用盐水浸泡过的蒜苔炒出来更加的翠绿。再来准备几个小米椒，把蒂切去不要，再改刀切成小米椒圈。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换成红菜椒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几瓣大蒜，改刀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。在碗里面加入1把干辣椒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1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根孩子喜欢吃的火腿肠，改刀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蒜苔也已经泡好啦，然后给它清洗干净，用清水多洗几遍。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，放到大碗中。在碗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1勺白糖，中和一下口感，然后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。先把蒜苔腌一下，腌出水分，让蒜苔变软，这样炒出来的蒜苔才不会变色，口感脆嫩，也更容易炒熟。搅拌均匀之后放一旁腌制15分钟。
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1勺生抽、1勺蚝油、1勺香油、半勺食盐、半勺白糖、2勺淀粉水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2个正解的鸡蛋，打入碗中，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去腥增香，一点点食盐增加底味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蒜苔也腌得差不多啦，看一下腌出了一些水分，像这样对折非常的有韧性，不容易折断，非常的柔软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蒜苔表面的盐和糖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放到肉篮里面控干水分，然后锅中加入少许油，油热之后把鸡蛋液慢慢的倒进来，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，煎至鸡蛋液定型之后再用铲子翻动，把它炒成大一点的鸡蛋块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。锅中加入少许油，油热之后把辣椒和蒜片加进来，小火炒出香味，炒香之后再把火腿肠加进来，翻炒均匀，炒至火腿肠微微花黄，再把蒜苔加进来，开大火翻炒，炒40秒左右，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炒好的鸡蛋也加进来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炒至入味。我们这样炒出来的蒜苔颜色翠绿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最后把葱段加进来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哇，好香啊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然后关火，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，美味继承，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炒蒜苔就做好啦。蒜苔吃起来口感脆嫩，鸡蛋吃起来焦香入味，非常的下饭，再搭配上一碗米饭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鸡肉不管怎么做都不要直接下锅或者是焯水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肉非常好吃的小技巧，保证您做出来的鸡肉不腥不柴，营养又好吃，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家的人数准备适量的鸡肉，切成小块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用盐，在碗里面加入1大勺面粉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可以吸附掉鸡肉表面的血水和杂质，食用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然后把它抓拌均匀，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拌至感觉到有一点粘手，然后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鸡肉上面的面粉给它清洗干净，用干净的清水多清洗几遍，清洗到水变得清澈，然后继续把鸡肉泡在水中，泡20分钟左右，这样可以很好的把血水泡出来。接下来准备一把腐竹，把它剪成长长的小段，剪好之后再加入1小勺盐，1勺白醋，然后倒入温水，这里一定要加入温水，不能用开水，也不能用凉水。加盐和白醋可以快速的泡发腐竹，给它抓拌均匀，盖上一个盘子，让腐竹全部浸泡在水中。接下来准备1块去皮的生姜，给它切成滚刀块，几瓣大蒜也切成滚刀块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个红椒，去头去尾，然后对半切开，再把辣椒籽去掉不要，然后改刀切成小块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2个青椒，去头去尾，用同样的方法把辣椒籽去掉，然后改刀切成小块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蒜苗，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，
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1勺生葱、半勺老葱、1勺蚝油、1勺香油、1小勺盐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鸡肉也已经泡好啦，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，然后继续给它抓洗干净，用清水多清洗几遍，一直洗至水变得清澈，然后再给它捞出来，放到肉篮里面晾干水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一个正经的鸡蛋，再加入几滴白醋去腥，半勺盐入一下底味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散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腐竹也已经泡好啦，看一下我们用这个方法泡出来的腐竹没有硬心，也没有泡烂掉，非常的有韧性，而且泡发的时间也很短。然后给它清洗干净，用清水多洗几遍，洗至水变得清澈，然后给它控水捞出来，把水分挤干一点，装入碗中。然后把鸡蛋液慢慢的倒进来，往里面加入1勺淀粉，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，让每一根腐竹都裹上一层淀粉和鸡蛋液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加入适量的油，油热之后把腐竹一块一块放进来，煎一下。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，煎至一面金黄之后再给它翻一面，把腐竹煎至2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给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少许油，油热之后放入2个炒果，翻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控干水分的鸡肉加进来，翻炒均匀，翻炒出鸡肉的水分，炒出鸡肉的香味，炒至鸡肉微微花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继续翻炒均匀，炒至鸡肉入味。炒均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开水，加入开水可以快速的激发出鸡肉的香味。大火烧开，再加入一个葱节，再把姜蒜也加进来，然后盖上盖子焖煮15分钟。煮10分钟左右，打开盖子，把葱节夹出来，不要，这个时候的葱节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再把腐竹加进来，给它翻炒均匀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继续焖煮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这时候的鸡肉和腐竹都已经熟啦，满屋飘着香味。然后收一下汤汁，汤汁收好之后，再把青红椒加进来，蒜苗也加进来，继续翻炒均匀，炒至青红椒断生，就可以出锅啦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一道非常好吃的腐竹焖鸡就做好啦。最后撒点葱花点缀，美味继承。这样做出来的鸡肉口感鲜嫩多汁，吃起来不腥不柴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